如果听说有空姐走国际航线，身边多数人会投上羡慕的目光。在许多人心里，国际航线意味着可以出国旅游，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但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难处。就拿走国际航线的空姐而言，他们大多数最不想飞的就是印度。有不少资深空姐都吐槽到，一辈子都不想搭上前往印度的飞机。印度航空以及印度人在飞机上的各种魔幻操作，实在是让人苦不堪言。那么，神奇的印度是如何在飞机上展现神威的？又是如何做到让空姐们一听到印度2个字就心生畏惧的？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奇葩的印度航空。对于训练有素的空姐而言，不怕乘客要求多，就怕乘客的需求他搞不懂。空姐一般都具有高水平的英语交流能力，他们既听得惯法式英语的重鼻音，也听得明白俄式英语的弹舌，但唯独印度奇怪的英语口音让人颇为头疼。众所周知，印度的官方语言有英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印度人都会流利的讲英语。根据印度社会的真实情况，印度主要是高种姓使用比较多，绝大多数印度人并不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讲英语，即便会说，他们的英语口音也掺杂着浓厚的咖喱味儿。这种口音，空姐们是如何形容的呢？有空姐表示，一些印度乘客的英语说起来就像印地语一样，有语法错误先不谈，就连最简单的单词也很难听懂。比如最简单的水，我们都知道用 water 来表示，而印度人口中说出来的大多数情况都是 water， 这还需要印度乘客手舞足蹈的来回比划，才能让空姐明白他是要喝水。连最简单的水都表述困难，就更别提其他更复杂的需求了。对于印度航空而言，还有一个令人汗颜的服务需求，那就是复杂的饮食习惯。印度的宗教结构比较复杂，每个宗教都有特定的饮食习惯。比如印度教徒不吃牛肉，而印度的穆斯林则以牛羊肉为食，还有少数信徒信仰比较纯正，只吃特定蔬菜做出的素食。所以印度航空每次都要准备200多种不同食材做出的定制餐，用于满足不同宗教信仰乘客的饮食需求。当然，空姐是有义务尊重乘客的宗教信仰以及饮食习惯的，但印度的饮食分类与禁忌实在太多，加上他们的英语令人堪忧，因此在供餐时经常会出现乘客摇头晃脑拒绝用餐的现象。这就让空姐比较着急了，给他这个他不吃，给那个他也不吃，想要通过英语交流他还说不清楚，就只能用最笨的方法，将各种餐打开让乘客看，直到他们满意为止。要知道，一趟国际航班的飞机乘客数量有几百人，如果这些乘客大多都是这样，那么发餐的时间与复杂程度可想而知。其实，印度的购票软件上都会安插定制餐选项，只要使用得当，机组人员就能提前知道乘客的饮食习惯。但绝大多数印度人都不使用这项服务，于是繁杂的工作全部转移到了空姐身上。如果只是沟通问题，那还比较好解决，毕竟国际空姐也算是见多识广。类似的情况在非洲航线上也会经常出现。但让空姐诟病的问题不止于此，比如一趟飞机会有30多个轮椅乘客，这又是怎么回事？国际机场都会给残障人士开设绿色通道，印度也不例外。印度机场要求对有轮椅需求的乘客必须提供无微不至的服务，这本来是一件很人性化的好事，可是这项服务在印度开展似乎就变了味。空姐们表示，印度机场有一个与其他国际机场非常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机场内经常能看到需要特殊照顾的轮椅乘客，密度甚至达到轮椅需要排队登机的程度。空姐们必须经常与地勤人员沟通，将坐轮椅的乘客送上飞机，并且还需要推轮椅将乘客送到目的地的地勤人员手中。正常情况下，一趟航班最多会出现2至3个行动不便的人，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印度平均每趟航班都有20至30个有轮椅需求的乘客。难道印度行动不便的人有那么多吗？还真不是。许多印度乘客都是腿脚便利的，他们坐轮椅只是为了享受一次贵族体验，古代王爷坐轿子一样。因此，他们有病没病都会要一个轮椅，然后让空姐把他们推上飞机。这种居婴式服务给空姐们无端增添了不少麻烦。空姐们痛恨的不是轮椅，而是明明身体很健康，却还要选择轮椅服务，让他们在出城印度时都会显得格外劳累。将轮椅推来推去还不是最辛苦的，由于轮椅乘客登机速度缓慢，经常导致飞机晚点，直接影响了下一趟航班的起飞情况，这会直接影响空姐们的工作效率以及服务质量。许多走国际航线的空姐都向印度机场反映，不要将绿色服务开展的那么随便，可是印度机场都保持着拒绝的态度，因此这种苦也只有空姐们默默承担了。如果这些还是能够忍受的，那么下一个是空姐们绝对忍受不了的，那就是太脏了。登上载满印度人的飞机，空姐们就会闻到一股刺激性的味道，这种味道来自于汗臭和其他人体污垢，浓郁的味道散发在机舱的每一个角落。当空姐们对印度人的味道吐槽时，乘务长一般会做出如下解释：
首先，印度人的汗液味道要比其他人更浓郁一些，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中香料是不可或缺的元素，而这些香料在经过人体排出后，就会产生这种刺鼻的味道。其次，很多印度人都是不洗澡的，陈年的污垢在他们身上也会积攒出各种恶心的气味。最后，由于印度航空对机舱卫生管理比较随性，导致座椅已经被印度人给腌入味了，所以哪怕是空荡荡的机舱，空姐们也要忍受难闻的气味去做各种清洁工作。这种味道攻击可不是空姐们能够通过口罩来规避的，一时间他们也不知道空姐这个职业到底好在哪里。无论在外面如何风度翩翩，在印度机舱里都会沉浸在酸臭的空气中。让空姐感到作呕的还有印度飞机的卫生间。众所周知，印度人的如厕习惯比较原始，上厕所不冲马桶都是常态。有空姐表示，她甚至见到过有乘客直接排泄到马桶盖上。纵观整个厕所，镜子上、洗手池里、马桶盖上都是水。有些空姐不知道他们正在清洁的究竟是自来水还是人类的尿液，光想一想就已经受不了了。从厕所就可以看出，印度人对水有一种独特的热爱。空姐表示，乘坐印度航班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座位上的服务铃频繁响起，几乎所有印度乘客都有一个需求，那就是喝水。当然，当空姐把饮用水端给印度人时，印度人可能不只是喝水，他们还会用水洗脸，甚至擦拭身体，弄得座位周围都是水渍。对于这个现象，空姐解释道，多数印度人的饮用水都是浑浊的，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清澈的水，所以他们很珍惜在飞机上的水资源。除了尽可能多的往肚子里灌水以外，他们还要用水来简单擦拭身体，也不枉坐一趟印度航班。当空姐在机舱内辛苦工作，好不容易坐下休息一会儿时，服务铃又会响起，空姐们也知道印度人可能要喝水了。根据机务人员表述，绝大多数情况下，飞机上的饮料和用水都是充足的，一趟航程下来还能剩1/3左右。但印度航线不是，哪怕起飞前水箱都加满，到目的地后水箱也会变得空空如也。而且印度人连饮料也不会放过，红酒、酸奶、速食奶茶都会大包小包全部带走。不得不感叹一句，真为印度飞机乘客的素质感到堪忧，也辛苦了国际航班空姐在印度遭的罪。除了卫生问题，更让空姐们感到害怕的是印度飞机的质量。如果说环境脏乱差只是在一次又一次挑战空姐对肮脏环境忍受的极限，那么飞机质量可能会直接关乎人命了。印度航班的飞机基本都是波音客机，但是印度机务人员对飞机的检修可以说是相当随缘了。2018年4月，印度民航客机就出现过一次挡风板脱落事件，在数万米的高空，挡风板又被强行塞了回去，惊险程度堪比美国大片。这一点别说乘客害怕，就连空姐走一趟印度都要担心飞机质量问题，搞不好哪一次检修出现纰漏就会万劫不复。有人说印度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今天我们从印度航空上也能看出一点新的理解，至少从空姐的体验上来看，走一趟印度航班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这需要超强的忍受能力，还需要无与伦比的耐心，能将服务勉强做到位已经算是奇迹了。因此印度一直是国际航班空姐的噩梦。想要改变印度航空的现状，绝非是1天2天就能做到的，也不是一个航空公司的服务态度与章程就能够轻易改变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陋习一直在左右着印度现代化发展的今天。空姐的怨念只是一个缩影，真正的印度恐怕难以用正常的思维与逻辑进行理解。抗战史上中国人民有多绝望？国歌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绝不是在危言耸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仅仅4个月，大半个中国沦陷了，是因为中国军人怕死吗？3大会战的累累白骨不是假的，是因为中国军队不够努力吗？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东北军、粤军，能上的都上了，哪个不是遍体鳞伤？几十万的伤亡换来的依旧是一次次的战败。我华夏泱泱大国为何会这样？近代的中国遭遇列强压榨近100年，早已是积贫积弱，更何况抗战前天灾不断，饿殍千里。就是这样一个贫弱的农业国，对上了已经进入军事化体制的工业国。侵略者的武器是重机枪，是飞机和坦克，而我们3个人分一把枪，子弹也是限量供应。在武器悬殊的对比下，只能用人命来堆。在淞沪战役，尸山血海都堆不出来一个胜字，但是没办法，明知道要死也必须得去，不挡住日军会死得更惨。就是这样的条件下，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当兵，有人捐款，有人奔走，有人抵抗。那时候的国人该有多绝望？绝望到蒋介石在浴室里绝望的哭嚎，绝望到父亲送儿子上战场，以死自其相赠，伤时是血，死后裹身，绝望到史学大师钱穆写起了国史大纲，保留文
纯粹，以期复国。绝望到当时所有乐观的人都寄希望于复国，都在追求保留民族文化种子的星火。绝望到《义勇军进行曲》成了我们建国后的国歌，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国难，面临的是亡国灭种的危机。当时的国民每天一睁眼，不仅要面对军阀的盘剥，还要面对各类土匪黑帮地主武装的掠夺和压迫。老百姓即使是正常活着就已经十分艰难，更不要说还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碰到各种天灾人祸。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为30多岁，文盲比例高达90%以上。即使是在不少公知津津乐道的所谓民国黄金10年里，国家的发展水平也十分有限。民国直到日本全面侵华前都没能实现近代工业化，而对于盘踞东北的日军来说，一个农业国就如同一只待宰的肥羊。然而民国的大佬们对这样的局面并不慌张，反正他们抢够了可以出国，也没什么心思考虑这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而老百姓则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日复一日地苟活在这个地狱般的世界里。中国的4亿百姓就只是统治者牌桌上的一堆廉价筹码，随时可以说扔就扔。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把中日决战的场地选在了上海，这个选择在军事上毫无可取之处，但是这里有英美的租界，在这里可以用国军官兵的性命给西方列强表演一场政治秀，最大限度地触动英美的神经和利益。这个逻辑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就是没把官兵和老百姓的命放眼里。为了演好这场大戏，国军早早在上海开始布局。最开始时与日军的兵力对比是4比1，处于绝对优势，但国军部署完后又迟迟不动，导致战机贻误。其原因仅仅是蒋介石担心如果自己主动进攻，就得不到英美的同情和支持。最终国军在淞沪会战伤亡约30万人，其中有10万余人的伤亡是在撤退途中出现的。80万大军的溃败造成了南京门户大开。1个月后，南京城被士气正盛的日军攻克，惨遭屠城。1938年6月，为阻止日军向武汉进攻，蒋介石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挖开黄河大堤，企图依靠一场人造洪灾杀伤日军。国民党一方面想保证奇袭效果，一方面还想隐瞒炸堤罪证，方便日后甩锅给日军。所以在炸堤时不仅没有通知民众转移，反而还严密封锁消息。结果黄河决堤之际，大堤外的100万民众还在睡梦之中，最终花园口决堤直接淹死了89万人，同时还造成390万人无家可归，1200万人受灾，2000万亩耕地被淹没，形成大面积无法耕种的荒泛区，直接导致了后来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该饥荒又导致3000万人受灾，死亡300万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所得之战果仅仅是日军数千人的伤亡，且完全没有阻止日军进攻的步伐。花园口决堤4个月后，武汉仍然沦陷。同年11月，占领武汉后的日军挥兵南下，剑指长沙。为此，蒋介石特别制定了一个焦土政策，如果守不住就把长沙给烧了，以免资敌。然而离谱的是，日军还未开始进攻，长沙城内的警备司令部就误把一处意外失火当成焚城的信号，并立刻命令纵火队将点燃的火把投向居民房屋和城内各处预备的油桶内。此时正值凌晨，还在熟睡的居民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等他们从梦中惊醒，自己的房屋和四周已是一片火海。仅1天之内，长沙就有3万百姓被国民政府活活烧死，全城超过90%的房屋被毁，史称文夕大火。长沙也因此和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起并列成为2战中损毁最严重的4座城市。唯一的区别就是人家是被战争摧毁的，长沙是开战前被自己人给烧的。和民国比起来，我们现在看不上的那些拉美国家简直可以算是天堂了。如今那些天堂尚且让人觉得没希望，如果站在100年前指着当时的中国说他能翻盘，谁会相信？在一个烂到根子的国家里，但凡有点实力的群体都在对老百姓进行抢劫，而本应该维护国家秩序的国民政府则沦落到跟各路暴力集团沆瀣一气的地步。比如说蒋介石自己就是上海青帮老大黄金荣的门生，所以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盘给翻过来，那就得把这个国家从政府到土匪的所有暴力集团全给它消灭掉。
这意味着你几乎要站在整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对立面，这个社会里的所有大佬都是你的敌人。在今后的日子里，贵人相助这个词基本就和你绝缘了，四面楚歌才是常态。没钱，没人，没枪，拿什么跟人家斗？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现在最好的状态可能就是印度。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这里面就指出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而民兵是胜利之本，全民参战是获胜的基本保证。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这就是共产党的非主流思路，不依靠列强和权贵，而是依靠在民国舞台上毫无存在感的老百姓去和日本人进行长期全面的斗争。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喊他万岁，他却喊人民万岁。他最伟大的地方不在于军事，不在于政治，甚至不在于统一中国，他最令人崇拜的一点就是成功把中国人的脊梁找回来了，坚持独立自主。草创期间就敢对列强说不，成功后不骄不躁，自力更生，不惧怕核讹诈，不惧怕钢铁洪流，在美苏争霸中为中华民族生生打出一片独立的空间。别人一天天烂下去，而我们却一天天的好起来，这是最牛逼的。历史上没有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了。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俾斯麦、列宁，没有任何前辈能与伟人的成就相提并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古老而庞大。事实上，伟人的成就几乎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1976年伟人去世时，中国正在制造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远洋轮船、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超过英国，是全世界第6大工业国。